我穿越修真世界800年，上一秒在学韩老魔渡劫飞升天界，而下一秒却出现在现代都市的大巴车上。正当我疑惑这天界就是曾经的蓝星时，突然我脑袋剧烈疼痛，所有记忆瞬间全部涌出。师傅，这次之后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。等你飞升天界之时，就是我们师徒俩相见之日，要来了去乎。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一把仙品级灵剑便从背后刺穿了我的胸膛。我一转头便看见我那徒儿开着盾法跑了。我很惊讶，本想追过去，但天劫这时来了，我硬抗着重伤的身体渡天劫，最终不敌生死报销。我不甘心，800年，足足800年。可本该魂飞魄散的我，一睁眼竟坐在疾驶的大巴车上。我看着满车乘客不是低头玩手机，就是懒散靠坐。然而我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。我800年苦修来的渡劫期修为尽失，而且金涛子、明南贤妃那些强者也都不见了踪影。随后我借着车窗反光看去，竟看到一张熟悉又年轻的脸，那分明就是我年少时的模样。虽然这变化太过惊人，但是我经历过无数生死诡局，所以短暂震惊后还是很快冷静了下来。我低声吐出4个字：重生少年。说完后连自己都觉得这结局实在有些耐人寻味。毕竟我原本陷入的是必死之局，哪怕出现变数，最好结果也不过成为散仙，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。可是对我而言，散仙虽然足以傲视一方宇宙，却依旧不够，因为我真正想要的只有真仙之位。想到这里，我反而觉得有趣，因为巅峰修为、法宝、神兵和无尽财富，竟在一睁眼间全都化为乌有。可我很快又想到，上一世渡劫时心魔异常强大，归根结底，恐怕就是少年遗憾与根基不稳所致。随后我回忆起父亲楚君鹏，他为证明自己下海经商，却处处被算计，最后投资失败，还被逼上绝路。而我母亲秦秀珍本是豪门出身，却一心追随父亲，后来在债务压力下悲痛成疾，3年后离世。至于妹妹楚灵，她的命运更惨，所以哪怕地球岁月只占我一生，短短几十年，我也始终无法释怀。正因如此，那些至亲旧事虽然被我深埋心底，可终究还是化作心结，在渡劫时爆发成了心魔。我望向车窗外那条熟悉公路，虽然过去数百年，可上学回家的路线，我竟依旧记得十分清楚。随着沿途风景不断后退，我那些模糊的旧日记忆也像拼图一样，一块块重新变得清晰起来。我缓缓舒了口气，忍不住低声感叹，真没想到这条路我居然还能再走一次。紧接着我又在心里补了一句，曾经错过的人和事，如今既然重来，那就都该重新了结了。修为没了并不可怕，因为我完全可以重头再练，而且这一次我正好能把根基彻底夯实。不过除了修炼之外，我更清楚有些旧账也该清算了，所以我靠在椅背上，嘴角慢慢扬起。我想起那些仇敌曾有人说我连跪着舔皮鞋都不配，而如今重来，我只希望他们都还好好的。于是我在心里默念，秦家、白家、李迅、方浩然，你们最好一个都别少。大巴仍在照常前行，可车上没人知道，一个看似普通的少年早已在这一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50分钟后，车子停在南疆长途客运站，而我拎着大包小包下车后，便朝出站口缓缓走去。就在我四处张望时，一个穿西装的青年走来问我，请问你是楚墨吗？我立刻想起了来意，因为我这次转学来南疆，就是父亲托老战友林建成帮忙，而林叔也是父亲少有的真心朋友。在我记忆里，林建成后来成了丁卯区副区长，而且在父亲落难时，他也曾多次出手相助，哪怕最后林叔没能救下父亲，甚至还因此仕途受阻，可这份恩情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这次来南疆，林叔原本说好接我回家吃饭，只是他工作太忙，所以换成他妻子黄颖来接我。可实际上黄颖对楚家一直没什么好感，因此他到了车站后连车都没下，只让司机小马过来。他坐在百万凌志车里，从后视镜瞥见拎着行李的我后，心里满是不悦，还嫌我像拖油瓶，甚至他还暗自埋怨林建成，觉得不该把我接回家住，更担心我会影响他女儿林祖。不多时，小马走过来对我说道，来，我帮你拎东西吧，放后备箱就好了，态度倒还客气。可副驾驶上的黄颖立刻冷声催促，小马快过来开车，这里不能停太久，语气明显带着不耐。随后他又补了一句，小马，后备箱里垫上塑料纸，听到这里，我自然明白他是在嫌弃我的行李。小马脸色有些尴尬，却也不敢违逆老板，只能低着头照做，然后匆匆回到驾驶位上。至于我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后备箱后，便安静坐进了车后座。黄颖又从后视镜打量我，见我衣着普通，便越发认定我上不了台面，神情里尽是轻视。接着他淡淡吩咐一句，走吧，先去接月驴儿。小马应声后便驱车赶往精英购物广场。车子开出不久后，黄颖先开口说道，小莫啊，欢迎啊。可我一听就知道他还有后话，果然他紧接着说，你林叔叔之前说让你住家里，本来我也觉得挺好，不过后来一想还是不方便。我听到这里并没接话，只是把车窗摇下看向外面，因为他这些铺垫我已经猜到了大概意思。他继续解释说什么年轻人精力旺盛，又说他和林叔不常在家，怕我和邻居在家会影响学习。随后他又拐着弯表示我太节俭，而邻居追求名牌消费圈子不同，怕我和他们在一起不自在。他晃了晃手机，又故作无奈地说，你看他刚刚又花了4000多，也不知道买了什么衣服。说到最后他才抛出真正想法，所以呢，我想给你在学校附近单独租套房子，这样更适合学习。表面上他句句都像是为我着想，可实际上不过是不想让我住进他家，嫌我寒酸而已。他说完后又看向后视镜，见我皱着眉没什么反应，
似乎还以为我想赖在他家不走，于是他连忙补充：“哦，对了，你爸给的生活费可能不够，这样吧，阿姨每个月补贴你俩。”没等他说完，我便淡淡打断：“我知道了，钱我够用，按照黄姨的意思办就好。”其实他前面说的那些话我根本没认真听，因为此刻我真正思考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修炼。在我看来，林叔的人情我会记着，至于黄颖这种人，对如今的我而言，不过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。修真一途总共9级，从炼气到渡劫，层层艰难，而能真正渡劫成仙者，更是凤毛麟角。上一世我的同门金涛子，耗时8万年才到合体，再过11万年方才踏入大成之境，而我的生死兄弟明南用了21万年大成，贤妃也用了22万年，可见修行何其漫长。唯独我楚墨只用800年便修至渡劫圆满，浩踏天圣尊距离真仙也仅剩半步之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最信任的那些人才可能觊觎我的天赋和法宝，在我渡劫遇险时突然下手。不过现在追究那些还太早，因为如今的我连筑基都远远没到，更别提大成和渡劫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反而更加警醒。上一世就是因为修炼太快，所以这一次我必须一步步打牢根基。我先感受了一下四周灵气，随后便确定地球果然灵气稀薄，难怪这里几乎难出真正修真者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我依旧有把握修到筑基，只是前提是必须尽快找到灵气相对浓郁的地方。除此之外，修炼心法也得重新选，所以我在脑海里迅速翻阅前世积累的无数功法传承。我在万千心法中反复对比后，最终选定2本：阳神乾坤诀和悠游玄阴镜。我刚到林家，就先听见有人嫌我一身地摊货，可谁又能想到，后来玄武湖的灵气竟全被我一人卷走。我还没下车，邻居就冷着脸关上车门，随后绕到副驾驶说：“妈，你坐后面，我不喜欢跟陌生人坐一起。”听见这话后，黄颖连忙皱眉责备：“别瞎说，他是楚叔叔的儿子。”可他嘴上训斥，最后还是起身让了位。紧接着邻居又不满追问哪个楚叔叔，就是经常找我爸帮忙那个。他话还没说完就被黄颖急声喝止。我坐在车里听着母女争执，虽然那些话句句刺耳，但是我神色不变，只是安静看向车窗外，没有半点回应。随后车子重新发动，黄颖像是觉得刚才过分了，于是主动开口：“小莫，你看，这就是玄武湖，房子就在那边。”我顺着他手指望向玄武湖，原本淡漠的目光终于有了波动，因为这一路上也只有这里的灵气最为浓郁。我心里很清楚，湖泊本就有聚灵之效，而这座千年天然湖虽然不算大，但是终究还是聚起了几分灵气。想到这里后，我不由暗叹，原来上一世的自己竟住在全市灵气最浓的地方，可那时的我却浑然不知。这时林玉忽然转头皱眉说道：“妈，你让他住这玄武小区，房价很贵。我同学说狮子山别墅都2000万以上。”黄颖闻言后微微一笑，顺势接话：“是挺贵的，不过环境好，离学校近，很适合小莫住，你要安心学习。”听着他劝我考本科，我心里却毫无波澜，毕竟那些所谓古人，我甚至认识几个，这种课业实在难让我提起兴趣。然而林玉并没停下，反而望着窗外感叹：“这边风景真不错。我同学说狮子山别墅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”黄颖看向狮子山，神情也有些恍惚：“像你爸这种级别都别想，那里面住的人不是我们能想象的。”听完这话后，邻居再次望向狮子山，眼里满是向往，而我却只是记下那片地方，心思并不在这些俗世权势上。到了玄武湖后，车子又开了10几分钟，最后停在秋山区景瑞小区。随后我便跟着黄颖母女一起进了林家。可刚到门前时，我那份平静终于微微收起。整整800年过去，我竟又一次站在了这个熟悉的地方。我一进门就看见书房里坐着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他戴着眼镜，坐姿笔直，正专注翻看桌上的文件。时隔800年再次见到林建成，我心里终于生出一丝暖意。毕竟当年楚家危难时，愿意伸手的人并不多。我还在出神，林建成已经快步迎来，拉住我就说：“小莫来了，累坏了吧？”那份热络完全发自真心。我看着林建成，随即平静回答：“林叔叔，我不累。”而他听完后立刻笑着招呼我过去坐下。紧接着他又回头催促黄颖：“驴，还站着干嘛？帮小莫把行李搬进来。”母女2人只好沉着脸去拎包。随后林建成又拉着我仔细端详，笑着说道：“又长高了，真是越来越像你爸了。”这份喜欢远非客套可比。我能清楚感觉到林建成从头到尾都在真心关心我，也正因如此，这份久违的人情才让我神色微缓。聊了一阵后，我忽然看着他问道：“林叔，你的背疼好些了吗？”话一出口，林建成立刻愣了一下，他先是诧异，随后摆手笑道：“这个老楚跟孩子提这个干什么？小毛病，没什么大事。”接着又忙着去倒水。我看着他转身倒水的背影，目光扫过他的后背，虽然他走路依旧风风火火，但是那处旧疾我一眼就看了出来。想到上一世我后来才知道此事，等他被下放地方后旧疾加重，每逢阴雨都疼的男人，我心里便已有了盘算。如今我既然重生，自然不能再袖手旁观，所以我暗自记下，只要时机合适，就为林建成炼一颗丹药。又聊了一会后，黄颖突然走来开口：“老林之前不是想让小莫住家里吗？不过小莫还是想住外面专心学习。”林建成听完后明显一愣，随即看向我问：“小莫，这是你自己的想法？”他显然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，虽然这并不是我的决定，但是我懒得解释，于是只平静点头：“林叔叔，我确实是这么想的。”我这句回答太过平淡，反倒让黄颖都愣了一下，他大概没想到我竟能把这件事接得像真的一样。那一瞬间，他甚至生出错觉，仿佛坐在这里的不是16岁少年，而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老练人物。然而林建成太了解黄颖，于是仍旧狐疑追问：“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？”“没事，有什么尽管跟我说。”我见状微微一笑，随后从容说道：“林叔叔，你多心了，这是我自己的意思，就是要麻烦黄阿姨找房子了。”我话音刚落，黄颖便立刻接过来说：“小莫，这你就
见外了，阿姨帮你办，刚好我朋友在玄武小区空了一套房。听到这里后，林建成这才信了，随后点头说道：好吧，那叔叔尊重你的决定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考个重点大学。我嘴上应着是林叔叔，心里却并未把学业当回事。可眼下这种安排，反而正合我修炼所需。等吃过晚饭后，黄颖亲自开车送我去玄武小区，我把行李一件件搬进屋，他却站在旁边看得有些出神。大半天下来，他似乎始终看不透我，他分不清我到底是老实木讷，还是心思太深，所以目光一直复杂。因为无论他怎么试探，我脸上始终都是云淡风轻，只有和林建成交谈时，我才真正露出过一点笑意。至于他和林瑜，在我眼里其实无需城府，更谈不上忍让我对他们的态度，从头到尾都只是单纯无视。毕竟上一世的我已是圣尊，一念可开山劈海，亦只能碎星毁月。如今虽重头再来，可我的眼界早已不同。我花了半天时间把房子简单整理妥当，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确定，这里以后就是我在南疆暂时的家。傍晚吃过饭后，我独自来到玄武湖畔，和风拂面，垂柳青柏，红霞铺满天际，湖边还有不少老人散步下棋。看着眼前这份久违的显示，我不由低声感慨，离开地球后，我一心修炼，却忘了停下来看沿途的风景。我沿着湖边慢慢走着，直到看见一处无人的长椅，这才停下坐定。随后我开始仔细感知周围灵气流动，很快我便确认这里的灵气比周围浓密数倍。于是我暗下决定，就在这里修炼，尽早进入玄虚境。想到这里后，我继续盘算，只要迈入玄虚境，我就能帮林叔和家人炼些强化身体的低级丹药，用处极大。我心里十分清楚，炼气期分为玄虚、凝实、洞天三境，而玄虚境一成，体内便可查灵力，开始益气养身。再往后，凝实境是让灵力由虚化实，至于洞天境，则是在体内开辟子府洞天，为以后结丹做准备。不过真要炼丹，眼下还有难题，因为地球灵气稀薄，孕育出的灵草品质普遍太低，想凑齐药材并不容易。于是我在心里列出所需药材：5两人参、180年手乌、100年茯苓野灵芝，还有那曲冬虫夏草。这些东西在我眼里只是低级药草，可放在世俗中却已是可遇不可求，所以不但需要钱，而且有钱都未必买全。想到自己竟会被这种琐事难住，我不由摇头自嘲，真没想到我也有一天会为这些凡俗药材发愁。不过我很快收敛心神，低声道：算了，先提升境界再说，后面的事以后总能想到办法。随后我面对粼粼湖光，闭上双眼，彻底沉入修炼状态。而与此同时，不远处还有另一批人正在湖边练功。我虽然闭着眼，却能感觉到湖边有个高马尾少女正在打坐，她身旁站着一个两鬓花白的中年男人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身后7、8米处还立着4名便衣汉子，那几人太阳穴微鼓，气息内敛，显然和普通人不同。那少女盘膝坐在毛毡上，对着玄武湖努力入定，可她眉头一直微微蹙着，似乎始终没能找到状态。很快，中年男人便察觉异样，开口问道：彤彤，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语气里已经带上几分担忧。少女随即睁眼，无奈说道：爸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今天一直感觉不到天地真气，真的很奇怪。沈江池闻言后眉头紧锁，连忙追问：之前不是还能感觉到吗？是不是这段时间练功太累了？可沈冰彤立刻摇头解释，肯定不是，感觉真气又不是练拳脚，不会太累，可我就是突然感觉不到了。我虽在修炼，却也隐约察觉到那边的变化。而沈江池此刻心里显然更急，因为女儿的天赋在沈家极为特殊，毕竟沈冰彤11岁就感知天地真气，当年曾轰动整个沈家，他也是沈家3代里唯一像老爷子那样的人。正因为如此，沈家上下都对他寄予厚望，所以沈江池才会无论多忙都抽空亲自陪他到湖边练功。然而就在父女2人困惑时，玄武湖湖面竟突然无风起浪，一圈圈涟漪自远处荡来，直奔我所在方向。沈冰彤看见这一幕后，顿时瞪大双眼，随后顺着涟漪望去，终于看见长椅上盘坐不动的我。其实他口中的真气，在我看来不过就是灵气而已，而我所修阳神乾坤诀与悠游玄阴境，何等大道高深！随着我运转功法，整片玄武湖周围的灵气都像被巨大漩涡牵引，几乎全部朝我体内疯狂汇聚。也正因如此，沈冰彤原本还能感应到的一丝天地真气，如今在我身旁已经半点都争夺不到了。2个小时后，我轻轻吐出一口浊气，缓缓睁开双眼，稍一活动，筋骨全身便传来噼里啪啦的脆响。感受着体内变化，我心中已有判断，玄武湖的灵气比我想象更足。只2个小时，我就已经入门玄虚境。我起身时顺势扫了一眼身后，其实修炼途中我就察觉到那边一直有人在暗中观察我，并未离开。果然不远处有5、6个人正频频朝我这边张望，还低声议论着什么。见此情形后，我心里也生出几分疑惑，因为我已经看出那名少女体内竟有灵力运转，只是她脉络太少也太浅薄，根本谈不上完整修行体系。我不由暗想，难道这一世我竟会在地球遇到土生土长的修行者？可转念一想，我又立刻否定了。按照他那种方法修炼，恐怕终其一生也突破不了炼气期，更别说筑基，所以他根本算不上真正修真者。随后我便明白过来，这多半只是华夏古武一类的修炼方式，所谓内力、道力、法力，本质上也只是粗浅灵力。上一世我离开地球后才走上修真之路，因此对地球武学知之甚少，如今亲眼看到，倒也让我有些意外。不过我也很快得出结论，哪怕地球古武能够练出灵力，但和真正的修
修真传承相比，差距依旧天壤之别。我只修炼了2个小时，却已经踏入玄虚境入门，而且只要精神集中，连手枪子弹都能躲开，一拳更能直接夺命。而且我很清楚，那个少女虽然也在练武，但是她的层次离我太远，这种差距根本不是靠时间就能补上的。随后我不由看向修炼一道深处，心里暗想，若是武学练到极致，到底又能强到什么程度？越想越觉得有点意思。接着我站起身，又低头看了一眼眼前的玄武湖，然后没有停留，转身便直接离开了这里。第二天早上，沈冰彤又看见了我，而且到了中午和晚上，他居然还是能在原地见到我继续修炼。不仅如此，第3天和第4天也是一样，只要沈冰彤来练功，他几乎每次都能看到我出现在玄武湖畔。虽然之后湖面再没出现异动，但是奇怪的是，这连续3天里他却再也感受不到天地真气的存在。直到第5天和第6天，因为我忙着处理转学的事情没来修炼，所以沈冰彤这才终于重新感觉到了天地真气。可是到了第7天中午，我闲来无事再次过来修炼，结果沈冰彤在看到我的第一时间竟又一次当场失常。我并不知道自己只是来来回回修炼几次，却已经让沈家的天才沈冰彤情绪反复，甚至差点被折磨疯。他一边因为感受不到真气而患得患失，甚至难以入眠，一边又会因功力恢复而欣喜若狂，整个人大起大落。第8天清晨，他再次看到我的身影后，果然又感知不到真气，于是他终于忍无可忍，直接朝我冲了过来。他冲到我面前后，带着怒气开口喂我说：“你能不能别在这里打坐了？”显然这口气已经憋了太久。我缓缓睁开眼，随后淡淡看着他问了一句：“姑娘有事？”而他情绪激动，我却始终气定神闲。他原本像是恨不得直接跟我打一架，可是见我这样平静，他那团怒火反而像撞进了棉花里。紧接着他咬着牙冲我喊道：“你去其他地方修炼去！”显然这一腔怒火已经快压不住了。我皱了皱眉，随即平静反问我为什么要走。这玄武湖是你家的？一句话就把他问得当场语塞。他先是否认不是我家的，可紧接着又气呼呼补了一句：“但是我看见你就不爽，明显已经被我气到了。”于是我继续淡淡回他：“你看见我不爽，那也应该是你走吧。”而这句话更是让他几乎当场炸开。我先听见沈冰彤含泪喊着：“爷爷，别信他！”可他越替秘籍辩解，我越看出这门传承正在把沈家逼到绝路。我看着他双眼发红，也明白这本秘籍对沈家意味着什么。毕竟正是靠他沈老爷子才立下战功，撑起今日门楣。而且我还能感觉到传承秘籍早已成了沈老爷子这一生最大的执念。所以哪怕舍不得，他也不愿看孙女继续被功法反噬。我听着他替自己求情，心里却很清楚，老人竟为了他放下傲骨来求我，这份决绝和疼爱反而更让我理解。因为在我见过的大千宇宙里，多少族群为了秘籍甘愿赔上千百条性命，所以这本传承若断在这里，确实太可惜。随后我听见沈老再次看向我，郑重说道：“先生，放心，我们绝不会让先生白白出手。”眼里的期盼已经藏都藏不住。我沉思片刻后才开口：“你孙女这几天在我身边修炼，我已经看出问题，所以秘籍我能改，人我也能治。”沈老闻言顿时大喜，连忙说道：“只要我沈家做得到，绝不推辞。”而我神色平静，只提出要他替我找5味药草。接下来我报出药名，分别是人参手、乌茯苓、野灵芝和那曲虫草，而且每一样都必须天然生长，不能人工培植。这些药无一不是千金难求的珍品，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见过。所以我本以为沈家也要耗费不少时日，可让我意外的是，沈家出手确实不凡。短短1天时间，他们竟把5味稀有药草保质保量的全部找齐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便看到沈老爷子亲自把药草送来，还恭敬问我：“先生，您看这些药草是否满足要求？”我甚至没打开细看，只稍稍感知其中灵力便知道没有问题，于是直接点头道：“药草没问题。”紧接着我把另一件事也说了出来，沈家的功法我已改好，共12处不妥，另外后半部秘籍我也一并推演出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看到沈老浑身一震，失声问道：“神什么？先生您补全了玄照伏虎功？”那震惊根本压不住，毕竟在他看来，我连秘籍原本都没见过，只凭沈冰彤修炼过几次，就写出上半部都已经匪夷所思，更别提推演下半部。不过我没有解释太多，只把准备好的小本子递给他，然后平静说道：“沈老可以先看看。”我看见沈老双手发颤的接过本子，几乎是迫不及待翻开，而他才看2眼，眼中的震撼便已经浓得化不开。前半段内容与他手中残卷大致相同，而且我还用红笔标注了原功法的问题，所以他越看越呼吸急促。随后他盯着其中一处修改，连声低呼：“原来是这样！”我终于明白了，那双手也跟着抖得更加厉害。等他再往后翻，映入眼帘的赫然就是从未见过的玄照伏虎功下半部，而这一页直接让他彻底失神。我能看出他被那玄妙记录深深镇住，因为他几10年来都在做同一个梦，那就是补全这本残缺秘籍。可如今真看到完整推演，他才明白自己过去所有设想都太浅显，于是抬头红着眼问我：“先生，这真是您写的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淡淡看着他，而他也立刻反应过来失态，赶忙道歉并改口称呼我为楚先生。随后我微微点头，直接说道：“找个清静地方，我来为2位化解顽疾，因为秘籍与药草都已到位，接下来该治伤了。”这一次沈冰彤倒没再像之前那样生闷气，我看得出来，他虽然别扭，可看到爷爷的反应后，已经不敢再小看我。接着他扶住激动的发抖的爷爷，试探说道：“楚先生，我家在狮子山有套闲置别墅，离这里很近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”我听到狮子山3个字时，不由微微诧异，因为我记得有人说过，能在那里买房的人
几乎都是身份显赫的大人物，所以一路过去时，我心里也生出几分猜测。这沈家看似低调，可真实来头恐怕比我之前预想的还要大。1个小时后，我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而沈老紧随其后，反倒是门外等着的沈冰彤明显紧张的不行。我知道他表面对我客气，其实并没真正信服，毕竟之前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中医都束手无策，他自然怀疑我。可当他看到沈老神采奕奕的走出门，脸色当场就变了，还急忙迎上去问道：“爷爷，你没事吧？”随后我听见沈老满脸欣喜的说道：“没事，多亏楚先生，我以前的暗伤好多了，连练功完疾都明显好转了。”他当即瞪大眼睛看向我，那神情分明在说不可思议，而我只是似笑非笑回视一眼，没有多余解释。紧接着我才对沈老说明：“你的暗伤年份太久，我手边药材不足，所以只治了7成，剩下的要靠你自己恢复。”我又补了一句：“至于练功完疾，按我修改后的功法修炼，半年内即可痊愈。”这话让祖孙2人都彻底定住，沈老顿时激动的脸都红了，还连声感叹：“刚才先生推拿一阵，我的疼痛就减轻大半，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。”不过很快他又想到孙女，于是继续请求我出手，还体贴问道：“楚先生，要不要先休息？毕竟刚刚消耗很大。”我摇头回道：“不用，我只是以气引导，用不了多少内力。”随后便转头看向沈冰彤，直接说：“好了，到你了。”临进屋前，沈老还特意叮嘱孙女进去后，一切听楚先生安排，不许再胡闹，显然生怕他再闹性子坏了事。我看着他低头进门，知道他心里仍旧别扭，可如今亲眼见过我治好爷爷，他就算不服，也只能先配合。等我进屋后，便直接开口道上床，结果他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俏脸瞬间涨红，显然是想歪了。于是我又补了一句：“我让你上床坐好。”并看着他红透的脸摇头道：“不知道整天在想什么。”他明白误会后脸更烫了，不过还是一言盘膝坐好，而我也坐到他对面，两人相距不过半米。随后我冷声说道：“衣服脱了。”这一次他直接惊住，瞪着我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警惕几乎写在脸上。我故意看着他反问：“我想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快点，我时间不多，就是想借机治治他之前那点小脾气。”他脑海里显然全是坏医生的画面，可又想到爷爷再三叮嘱，只能在羞恼和犹豫里反复挣扎。我见他还在胡思乱想，便坏笑道：“你不想治就直说，免得浪费我的时间。”而这句话反倒逼他下定了决心。最终他咬牙说道：“好。”我脱，随即利落解开胸前纽扣，外衣褪去后，练武少女的身形也完全展露在我眼前。我本以为她常年习武会略显粗粝，可真正看见时才发现，她皮肤竟像牛奶一样白皙，上身只剩一件裹胸。于是我继续说到裹胸脱掉，她顿时咬着唇低声回我：“我这里面没有了。”整个人已经羞到极点，我只平静让她用手挡着，而她脸一下红透，却也知道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照做。她一边抬手遮掩，一边艰难褪去裹胸，可最后那一瞬还是险些失手，而我也没料到她竟如此丰满。看到她近在咫尺的娇艳脸庞与半遮半掩的身形，我心里也猛地一跳，只能轻咳一声压住忽然翻涌的燥意。随后我故作镇定说道：“不要胡思乱想，你自己护好，别再跳出来了。”而他听完差点当场气出内伤，可我也不敢再逗他，毕竟如今这副少年身体正值血气方刚，于是赶紧转回正题，让他运转玄照伏虎功。他显然也巴不得尽快结束这份尴尬，于是深吸一口气后，立刻按我要求运行起玄照伏虎功的心法。等他运转到一半时，我看准时机，把双掌按在他两肋下方，随即2股暖流便顺着掌心缓缓渡入他体内。下一秒，他原本隐隐作痛的地方瞬间舒缓，于是他竟情不自禁轻吟一声：“啊，好舒服！”声音又酥又麻。看着他在这种情形下露出陶醉神色，我也只能强行稳住心神，要不是我道行够深，怕是真会被他扰乱。不过治疗效果极快，仅几分钟后，他肋下的疼痛几乎完全消失，而我也立刻收手，免得再生尴尬。于是我起身说道：“好了，我先出去了。”说完便径直离开房间，只把他一个人留在屋里平复情绪。我能猜到此刻的他脸还在发烫，而且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之前对我的怀疑应该已经彻底烟消云散。至于他心里剩下的，大概是好奇、敬佩、羞愧，还有一大半讨厌，这些情绪混在一起，自然格外复杂。我刚出门，沈老就迎上来急问：“楚先生，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”显然又担心出了什么变故。我端着语气淡淡解释：“放心，他修炼时间比你短，症状也轻，所以治疗起来自然要快得多。”沈老听完这才了然点头，接着又满脸感激说道：“楚先生真是帮了我的大忙，这份恩情实在不知如何报答。”可我只是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，然后平静回道：“我没有帮你们，药草换承诺，现在只是2步相欠。”然而在沈老眼里，那几味药草远远比不上我补全功法治好顽疾的价值，所以他显然不愿就这么算了。随后他从茶几抽屉里取出一张黑色银行卡推到我面前，并诚恳说道：“这里有2000万，只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我只是看了一眼银行卡，便把目光收回，又一次拒绝到我说过2清，所以这次我不收钱。我能看到他脸上掠过失落，因为他主动加这笔钱不只是感谢，更是想借此结交我这个来历神秘的少年。毕竟在他看来，我不但能看人修炼就推出玄照伏虎功，甚至还能补全整本秘籍，这本事已经宗师，再加上我还精通医术，连几十年没人能治的顽疾都能一眼看破并迅速缓解，所以他更加不愿错过。见金钱打动不了我，沈老很快换了方式，认真说道：“
玄武小区虽好，但跟狮子山相比，到底差了一些。他接着把话挑明，这套别墅环境更好，也更适合您修炼，平时还一直空着，若您不嫌弃，我便送给您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终于动了一下，因为我早就不想继续住在黄颖给我租的房子里，那里终究不便久留，而且狮子山临近玄武湖，只要我住进去，哪怕在家中修炼，也能更方便吸纳整片湖畔汇聚而来的灵气。我看着眼前别墅，只淡淡说风景不错，可我也挑明了我们俩不相欠，所以这房子我绝不会白拿。随后我又补了一句，之前沈天风给我的药草分量多了些，因此我会多做2粒药丹，就当卖给他这套房。我话音落下后，沈天风先是一愣，因为他原本想直接送房，然而如今听我说卖药，明显被我这反转惊到了。他虽然觉得我愿意和沈家继续来往是好事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又实在好奇到底什么药能值一套狮子山别墅。于是我先看着他说，沈老，我只出2粒，而且你不可对外宣传，就连你孙女那边也不要多说。我把条件摆明后，沈天风反而更加好奇了，因为在他听来，我像是拿2粒药换别墅，居然还吃了亏。听到这，他终究忍不住问我一句，楚先生，您的药究竟有什么药效？语气里满是试探与压不住的震动。我见他误会成普通治病药，便微微一笑，然后平静说道，习武之人可固本培元，普通人也可延年益寿10载。我这句话刚落下，只听哐当一声，沈天风手里的茶杯竟直接摔到地上，当场碎成了一地瓷片。因为他很清楚固本培元也就罢了，可若真能让普通人延寿10年，那这哪里是药丹，分明就是仙丹。等彤彤穿好衣服出来后，沈天风便让他送我离开，而他自己却独自坐在沙发上，目光都有些发直。我刚才那番话对他而言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，所以哪怕我已经走了，他也依旧久久没能缓过神。他活了这么多年，接触过不少高手，也听过诸多门派传说，可是说到底，他从未真正听过这种能延寿10年的药。如果换做别人这么说，他多半早就当成骗子了。可偏偏这话出自我口中，于是分量便彻底不一样了。因为我的能力究竟有多深，连沈天风自己心里都没底，所以他越想越觉得我说的话未必只是夸口。他今年已经72岁，而且就伤暗疾缠身，此前甚至觉得自己大概活不过75，因此一直对寿数格外在意。可自从我替他出手后，他身上那些毛病已经大幅缓解，再加上我说过能靠调理与修炼根除，他本就欣喜若狂。起初他还只是奢望自己或许能多活到80岁，可紧接着我那句延年益寿10年彻底击中了他的命门。因为无论是固本培元还是延寿10年，这2点对沈天风而言都是他这些年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。原本他送我狮子山别墅是为了结交我，可如今再拿别墅去和药丹相比，反而显得那套房根本不值一提。没过多久，沈冰彤回来了，而他一进门就皱起眉问爷爷，你把这套别墅送给那家伙了？由于我提前要求保密，所以沈天风不能说出药丹之事，只能临时编了的理由搪塞过去。于是他点头说道，虎旗玄照伏虎功，别说送1套别墅，就算送10套也不过分，语气十分认真。可沈冰彤仍旧不服，马上回了一句，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写出来的功法到底怎么样呢？听见孙女质疑，沈天风便沉声解释，说自己刚才只看了几眼，就发现其中几处修改直接解开了他数十年的疑惑。紧接着他又叹着气承认，自己修炼玄照伏虎功将近50年，竟还不如我看他练了几次后参悟的更透。他说到最后更是无奈感慨，楚先生的武学造诣不是我能比拟的，那份震撼显然不是装出来的。然而沈冰彤还是不以为然，反而猜测我说不定早就有玄照伏虎功，所以才会显得那么毒。随后他甚至提议爷爷要不我叫三叔找人查查他，明显对我仍旧抱着防备和怀疑。可这话刚出口，沈天风便厉声喝止胡闹，而且还把沈冰彤当场吓了一跳，脸色都变了。他随即强调，就算真像他猜的那样，我愿意把功法给沈家，也已经是极大的恩惠，更何况我还修改了上半部。说到这，沈天风神情前所未有的严肃，郑重叮嘱这个人，我们可以结交，即便结交不成，也绝不可树敌。可沈冰彤依旧不解，他忍不住反问，可是爷爷他才多大啊？甚至比我还小，我们有必要这么忌惮他吗？闻言，沈天风缓缓起身，随后望向狮子山下的玄武湖，低声喃喃，金陵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我这边还没来得及炼丹，结果第2天学校就开学了。这突如其来的转折，连我自己都有些没反应过来。开学第1天，林建成特意让黄颖亲自送我和林瑜去上学，虽然母女俩都拉着脸，但终究不敢违背他。早上我本想直接去玄武湖修炼，可一开门却看到黄颖和林壮站在门口，这才被提醒今天已经开学。那一瞬我都有些发懵，因为我确实没把上学当回事，若是被父亲知道，估计免不了又是一顿训斥。等到了南江市紫藤高中门前，我抬眼一看，只见校门外人山人海，场面热闹得像一场大型展会。作为当地最有名的贵族私立高中，紫藤高中开学第1天，门口竟像一场声势浩大的豪车展，海场极大。我一路看过去，玛莎拉蒂、法拉利、保时捷、卡迪拉克一辆接一辆，随便停一排都是200-300万起步。相比之下，黄颖那辆100万级凌志都显得不太起眼。不过林建成毕竟是体系内领导，低调些也可以理解。然而即便没坐豪车，林玉凭着校花级容貌依旧是全场焦点，所以他刚到学校就立刻被同学认了出来。不远处几个打扮靓丽的女孩朝这边招手喊语，而邻居见到好友后也迫不及待地下了车。他下车后，周围人的目光果然瞬间聚了过去，尤其那些新生男生，一个个像被磁铁吸住般再也
一步开眼。我听见有人低声惊叹，是凌鱼高二校花，也有人直白说确实很漂亮，是我的菜。气氛一下热了起来，可很快就有人泼冷水说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因为追邻居的阔少太多，一般人根本没资格靠近。紧接着又有人提起南疆四少，说什么威大少、陈大少、庄大少、司马大少面前，普通家境连排队都轮不到。我刚接完林叔电话，结果他竟让我陪他们出去玩，既是为了让我尽快融入新环境，也是为了照看林远这个女孩。我听完后也没多想，于是挂断电话，看向朱贺，直接说道：好，我知道了。紧接着我又补了一句：那走吧。随后4、5辆豪车就在街道上呼啸而过，而我坐在车里时也明白，这一趟去的地方绝对不简单。很快我们到了南疆市最豪华的大帝豪酒楼，而且包厢还是9霄阁单式。看到这地方我就知道今晚排场不小。我一进门就看出大帝豪在江南市本就以奢华出名，毕竟一顿饭动辄几千，包厢最低消费更是2万起。不过在场这些少男少女显然对这里并不陌生，我一眼看去就明白，他们平时恐怕没少来这种高档地方吃饭。而且庄永豪身为紫藤4少之一，所以大家很自然都以他为首。刚坐下后，他就大声招呼众人开始点菜。我听见庄永豪扬声说道：大家想吃什么说啊，今天我请客，千万不要帮我省钱。随后他又叫来服务员，紧接着庄永豪又冲服务员问道：服务员，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新菜品？那副派头显然很享受被众人簇拥。话音刚落，旁边立刻有人捧场，庄少就是豪气，在大帝豪还敢说随便点的，也就只有我们庄少了。另一个人也跟着附和道：你们也不看看这里叫什么，大帝豪，大帝豪，跟咱们庄少的名字都有一个字一样。我听着这些吹捧，也知道他们不是随便拍马屁，毕竟庄家实力确实强，据说总资产已经超过10亿，在南疆市都排得上号。随后有人忽然提起大帝豪背后的老板，而且语气里满是敬畏。庄少，你跟老板应该也很熟吧？庄永豪闻言微微一笑，先撇清名字关系，随后才说道：不过说起大帝豪的老板周总，确实是我爸的朋友。这话一出，包厢里的气氛明显更热了，有人立刻惊呼：哇，真的啊！周总我知道，玄武区没人敢不给周总面子。紧接着又有人补充道：我也听我爸说过，据说周总在七星社地位非常高，黑白通吃，整个南疆市都很有影响力。众人越说越来劲，而我在一旁听着，也大概拼凑出了这位周总的分量。显然这家酒楼背后并不只是有钱那么简单。这时朱贺又提起会员卡的是庄少，听说你有大帝豪的白金会员卡，这白金卡可不是光有钱就能办的。朱贺继续说道：我爸经常带客户来吃饭，也只不过是个黄金会员。这句话一出，众人看庄永豪的眼神更羡慕。我看见庄永豪嘴角动了动，不过很快又压了下去，显然他知道白金会员卡这种东西本身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不过他这次没有继续炫耀，反而只是淡淡笑了笑，显然在林东面前他也明白装得太过，反而容易适得其反。随后庄永豪立刻换上绅士姿态，对邻居几人说道：鸡、苏苏、子韵，你们几个大美女想吃点什么？说到这后他又把菜单推过去，继续笑着说：你看看有什么喜欢吃的，那份殷勤谁都看得出来是什么意思。我在旁边看得清楚，庄永豪追求林雨早就不是1天2天，而且每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献殷勤，林军似乎也并不排斥。不多时，林氏和几个闺蜜商量着加了几道菜，随后就把菜单还了回去。整个过程里包厢气氛倒也还算热闹。可就在这时，庄永豪拿着菜单扫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轻蔑下一秒，他果然把矛头对准了我。我听见他故意说道：对了，我都忘了这里还有个新人，楚墨，你还没到大帝豪来吃过饭吧？随后他又继续挖苦我，毕竟这里的消费对你来说有点吓人，那这菜单我也就不给你看了，反正你也看不懂。听到这话后，我微微眯起眼睛，火气几乎就要上来。不过我转头看了邻居一眼，还是把情绪硬生生压住了，因为我想起了林叔之前交代的话，所以此刻我心里很清楚，比起跟这种人计较，把林帆安全带回家才是正事。接下来众人继续点单，而且越点越夸张，这一桌人七七八八，光菜品居然就点了4万多，可菜钱还只是小头。更夸张的是酒水，因为庄永豪单是白酒红酒，就直接点了将近10万，出手相当阔绰。经理见状自然乐坏了，于是赶紧招呼厨房上菜。没过多久，一道道装盘精致、选材讲究的菜品就陆续端了上来。等酒菜齐得差不多后，庄永豪举起酒杯，高声说道：今天出来呢，大家这么久没见了，一定要喝得尽兴。说完这句后，他又趁热打铁补了一句：吃完了我请客，咱们去敦煌 KTV 继续嗨，一下子就把气氛点燃了。紧接着他还没忘了照顾几个女生，笑着说道：地伟、苏苏、子韵，我特意给你们点了82年的拉菲。随后他卖弄体贴女孩子喝点红酒。美容呢？说到这后，他举起杯子招呼众人来，大家干杯。然而就在大家刚举起酒杯时，包厢门突然哐的一声，被人从外面一把撞开，气氛瞬间就变了。我抬眼一看，只见一个肥头油面的大胖子歪歪扭扭闯进来，他一双通红的小眼睛扫过包厢，脸色立刻沉了下去。紧接着他扯着嗓子咆哮：服务员，服务员，你们不是说已经找了最漂亮的陪酒，那这桌的女人为什么比我们那桌漂亮？我一听就明白，这家伙嘴里的女人指的就是林瑜他们几个女孩。可他们这种身份哪里轮得到这种醉鬼胡说八道？而且别说林瑜，就连苏苏和李子韵放在大帝豪里也都是最顶级的女孩，难怪那胖子一眼就看得直咽口水。服务员虽然在旁边劝阻，可胖子显然酒意上头，根本不管不顾，反而使劲推开对方，视线越发放肆。随后他一边用小眼睛在几个女孩身上游走，一边猥琐笑道：啧，真的好久没看到这么嫩的了，美女。紧接着他又继续吐出恶心的话：他们给你们多少钱？开个价，老子给你们双倍，来我们帝王厅陪我怎么样？听到这种低俗要求后，林瑜他们脸色都变了，
只觉得反胃恶心。可还没等别人动手，朱鹤已经猛地站了起来。我只听朱鹤怒吼一声陪你 MB， 下一秒他就从座位上冲出去，抬脚狠狠踹向胖子的肚子。朱鹤本就是校篮球队的，身高1.84米，腿上力道十足，所以这一脚下去后，胖子直接滚着飞出了房门。可朱鹤还没停手，他追上去后又是一巴掌，狠狠扇在胖子脸上，同时怒吼死肥猪，给老子睁开眼看看。紧接着朱鹤又补了一句，这里是你来撒野的地方不？那胖子被打得狼狈不堪，连还嘴都做不到。苏苏看到男朋友动手后，立刻着急站起来想去拦人，不过庄永豪却伸手拦住他，显得相当镇定。我听见庄永豪淡淡说道，苏苏别担心，只要不打死人，没事的。那口气里满是有恃无恐的底气。众人这时也反应过来，这里可是大帝好酒店，而且庄永豪不仅是白金 VIP， 他父亲还和周总有关系，再加上在场这些人家里本就都不简单，所以大家非但没慌，反而都觉得这点冲突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。几分钟后，朱鹤骂骂咧咧的回来了，一坐下就冷声骂道，瞎了狗眼，敢到咱们这撒野。旁边立刻有人夸他，朱鹤不愧是篮球队的，刚才你那一脚可以啊，直接把那猪头踹出去好几米啊。朱鹤听完后得意一笑，随后摆出轻松模样说道，刚才我那都算轻的了。显然这一架让他很有面子，而苏苏更是满眼崇拜，他亲昵挽住朱鹤手臂，甜甜说道，老公刚才太帅了。听得众人又是一阵起哄，随后周围几个男生也跟着情绪高涨，纷纷嚷道，对，也不看看这里是谁的地盘，下次见一次打一次。没想到刚才那点插曲非但没有让酒局冷下来，反而像助兴节目一样，直接把现场气氛推得更加热烈。可另一边，刚才被打醒酒的胖子已经跌跌撞撞回到了腾龙阁，此刻的他鼻青脸肿模样看着相当凄惨。我虽然不在现场，却能想到那边的反应，因为腾龙阁里坐着4-5个40岁左右的男人，身边还都搂着性感美女。胖子一回来，里面众人回头一看，顿时全都震惊了。有人连忙问道，张总您这是怎么了？紧接着又有人赶紧招呼，快，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去扶一下张总啊。场面一下就乱了起来。张总哭丧着脸带着哭腔告状，周总你可要给我报仇啊，我这是在你的地盘被人打了。话音刚落，席间一个长相凶悍光头纹着猛虎的男人猛拍桌，厉声吼道，谁他妈的敢在老子地盘闹事。随后那男人直接起身发话，老张带我过去。而我知道真正的麻烦恐怕这才刚刚开始。我本以为这场酒局快散了，谁知九霄阁的门却再次被人猛地撞开，而且这一次来的不是讲理的人。我抬眼一看，只见周雄带着张总和7-8个手下闯进来，气势比刚才更凶，整个包厢瞬间就冷了。紧接着周雄盯着我们凶狠问道，老张就是这帮人。那声音一落，我心里顿时生出不祥预感。张总咬着牙立刻点头，还恨声说道，对，就是他们。听到这话后，我就知道麻烦彻底大了。我看清那颗标志性的光头，还有后背连到后脑的猛虎纹身后，马上认出他正是玄武区有名的周雄。庄永豪显然也认出来了，所以他在看到张总时，几乎瞬间就猜到袁伟脸色一下子难看到极点。随后周雄得到确认后冷声说道，真是胆子不小，敢打我周雄的朋友。这句话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朱鹤听见周雄2个字后，整个人都僵了，因为像这种狠角色，哪怕他家有钱也根本得罪不起。于是我看到朱鹤下意识望向庄永豪，而不只是他，几乎所有人都把最后的希望压在庄永豪身上。周雄一边朝我们走来，一边拖开椅子坐下，随后大刺刺说道，说吧，这是怎么处理气场压人至极。庄永豪没有退路，只能端起酒杯上前陪笑道，雄哥这是有误会，我爸是庄启辉，您看能不能给个面子。可是谁也没想到周雄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直接把庄永豪连酒杯一起打飞，还怒骂根本不给面子。紧接着周雄恶狠狠吼道，叫你爸到我面前来，看看我给不给他面子。我听得心口都发凉。说到这，周雄又骂道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踩我头上，还说是误会，你逗你爷爷呢。场面彻底失控，庄永豪被打得愣在原地，而周雄转头问张总，老张刚才谁打你的？我知道朱鹤要遭殃了。果然张总抬手一指就说是他。那个高个子的听到自己被点出来后，朱鹤和苏苏都沉到底。我在看庄永豪时，他竟低着头站在旁边，像是完全没听见一样，显然已经不敢替朱鹤出头了。随后周雄喊了一声阿彪，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立刻走出来，浑身肌肉鼓起，看着就让人发怵。阿彪走到朱鹤面前后，连一句废话都没有，上去就是一巴掌，直接把朱鹤抽翻在地，满嘴鲜血。我看着朱鹤被打倒，可现场竟没有一个人敢吭声，就连苏苏也只能憋着眼泪连动都不敢动。然而事情还没完，阿彪粗暴推开椅子蹲下后，又一巴掌抽过去，嘴里还骂着再横啊。朱鹤被打得惨叫，急忙喊着庄少救我，可回应他的却是更响亮的一记耳光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随后又是啪啪啪3巴掌接连落下，朱鹤很快连喊都喊不出来，最后竟直接被活活打晕过去。直到这时周雄才淡淡开口，阿彪够了。接着他又回头问张总，老张出气了吗？张总冷哼一声后，先说打人的气算出了，随后又盯上包厢里的女生，语气猥琐的让人心里发堵。周雄先是笑着推脱说，这些女孩不是酒楼的人，追不追得到得看张总自己的本事，显然留了余地。我听着他的话也明白了，周雄虽然凶，可他也在盘算分寸，毕竟我们这些人家里多少都有些背景，因为他和张总也只是生意关系，而且那笔7000万买卖虽大，却还不值得他把事情做得彻底失控。于是周雄见张总不高兴，又改口说
说道：“我可以给你牵个线。”这话一出，我就知道更糟了。紧接着他直接点着3个女生命令道：“过来给张总敬个酒，赔个不是。你先来。”指的正是苏苏。苏苏被点到后吓得一哆嗦，可他根本不敢违抗，只能端着酒杯慢慢过去，声音发抖的赔罪。他低着头说道：“张总，刚才是我们不对，我敬您一杯酒。”可这句软话并没换来半点尊重。下一秒，张总一把抓住苏苏手腕，将她拉到身前，还凑过去嗅着说：“这样敬酒可不行，得喝交杯。”苏苏本就怕的不行，如今又被他半抱着轻薄，酒杯瞬间摔碎在地，人也拼命往后缩。他一边挣扎一边哭着喊：“张总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”可张总却反问他是不是不愿意道歉。苏苏吓得语无伦次，只说着不是。我随后眼泪唰的掉下来，而包厢里依旧没人敢出声。就在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时，忽然有人喊道：“住手！你放开他！”我来劲，我立刻循声看去，站出来的人竟是林玉。我看见他在这种时候还敢开口，心里也不由得对他多了一分意外。张总抬头看见林玉后，脸上顿时乐开了花，因为邻居比苏苏更漂亮，他自然巴不得换人。邻居咬牙倒满酒，正准备走过去，可他经过我身边时，却被楚墨一把抓住手腕拦了下来。林玉又惊又急地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而楚墨放下酒杯后，只冷冷回他一句：“谁让你去的？坐下。”邻居立刻回怼我：“去不去是我的事，要你来管我。”可楚墨却只说：“你爸让我看好你。”我看得出来，邻居其实也不想去，可他实在看不下去苏苏受欺负，只能硬着头皮想替人挡一回。而且他心里也有底气，因为他父亲身份不一般，真到最后，周雄多少也得顾及几分明面影响。可即便如此，邻居还是不想轻易搬出父亲，所以他怒视楚墨道：“你管好你自己吧。”然而楚墨始终没松手，反而再次沉声说道：“我让你坐下，没听到吗？”气氛瞬间更紧了。紧接着楚墨没有再看林瑜，而是抬眼望向周雄，平静开口：“周总是吧？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？”他说完后又补了一句：“这事到此为止。”而周雄先是一愣，随后竟坐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。周雄笑得前仰后合，像是听到天大笑话，毕竟连庄永豪父亲的面子他都没给，又怎么会给楚墨？在所有人眼里，楚墨穿着最普通，刚才还一直埋头吃菜喝酒，怎么看都像最不起眼的那个。可就在周雄大笑时，楚墨却冷笑着抿了口酒，随后淡淡吐出一句：“真是给脸不要脸。”这句话一出口，我只觉得整个包厢的空气都僵住了，因为已经太久没人敢当面这样骂周雄。果然，周雄脸色瞬间阴沉，而还没等他开口，阿彪已经怒吼：“小子，找死！”直接冲了上来。阿彪这一次来势比刚才更猛，他一路撞翻几张凳子，光是那股凶悍气势就足够让人心惊肉跳。此时还稍微担心楚墨的，似乎只剩林玉一个，所以他看见阿彪冲来后，忍不住急声提醒他，喊着楚墨小心。可楚墨竟还端着酒杯，甚至似笑非笑的反问：“你真的不坐下？”转眼间，阿彪已经扑到近前，那击中拳也裹着闷响，直奔楚墨面门，眼看就要把人轰飞出去。直到最后一刻，楚墨才终于动了，可他甚至没起身，只是抬脚踹向身旁那张厚重的实木椅子。那椅子本就沉得惊人，可在楚墨一脚之下却猛地飞出去，下一秒便狠狠撞在阿彪身上。只听哐的一声巨响，实木椅当场碎裂，而阿彪连哼都没哼出来，整个人倒飞5-6米远。他最后重重摔在周雄脚下，紧接着喷出一大口血后昏死过去。我看的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一时间整个包厢安静的吓人，因为谁都没想到气势汹汹的阿彪竟被一脚飞椅直接废掉。周雄还坐在原位，可眼里全是惊骇，而楚墨同样坐着，只是轻轻抿酒后缓缓摇了摇头。虽然楚墨一句话都没说，可他那个轻描淡写的摇头比任何嘲讽都刺眼，让周雄眼皮直跳。随后周雄冷哼一声道：“小子，练家子啊，怪不得这么狂。”阿木显然他要动真格了。很快，一个身材匀称的男人走出来，他不高不壮，模样甚至有些清秀，可胸前却别着5星胸章。旁边有人认出后，结结巴巴说道：“是7星社的星级高手。”这话一出，其他人都更慌了。然而还没等人解释清楚，阿木就已经动了。而楚墨看着他逼近，嘴角竟微微扬了起来。显然楚墨已经看出阿木有些门道，所以他没有抢先出手，而是等对方一掌拍到胸前。下一秒，楚墨这才抬手迎上一掌，两人掌力接触还不到1秒，胜负就已经彻底分出来了。只见阿木像断线风筝一样倒飞7-8米，最后狠狠撞上墙壁才停下，随后躺地呻吟不止。而楚墨却只是微微摇头，仿佛这一掌根本不值一提。整个包厢也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安静。这一次不只是旁人震惊，连周雄的脸都开始发白，因为阿木竟也在楚墨手里撑不过1秒。张总看到这里终于怕了，连忙缩到周雄身后，声音发虚的问周总：“这下该怎么办？”周雄眯着眼盯住楚墨，显然也意识到今晚碰上硬茬，可这里是大帝豪，是他的场子。想到这后，周雄掏出手机冷声说道：“我真是大意了，小子，你既然要玩，那咱们就好好玩玩。”说完他又冲在场其他人喝道：“不想惹事的现在都给老子滚！”这话明显是在清场。我看见同学们互相对视几眼后，很快都慌忙拿起东西离开，因为谁都知道留下来只会更危险。就连苏苏也拉着林瑜问：“你还不走？”而林瑜看向楚墨时，神情里明显带着一丝失意。楚墨却淡淡说道：“你走吧，留下来你也帮不上忙。半个小时后我联系你。”语气极其平静。林队想了想后还是离开了。很快包厢里的闲杂人等全走光了，连门都被关得严严实实。见此情形后，周雄冷笑道：“看来你在同学里混得不怎样，一个愿意陪你留下来的人都没有。”可楚墨
神色始终没变，因为在他眼里人都走了反倒更好，这样事情处理起来会更省事。随后周雄翘起二郎腿抽出雪茄点上，又不紧不慢说道自己只是刚好没带真正的高手。紧接着他语气一沉道，不过你以为我身边没有能打的，你就无敌了？杀意陡然升起，下一秒周雄身后4个手下齐刷刷掏出手枪，全都对准楚墨，整个局面瞬间变得更危险。周雄盯着楚墨冷冷说道，你再快能快得过枪？今天就让你明白到底是谁给脸不要脸。面对4把枪，楚墨终于抬起头眯起眼，可他脸上没有半点慌乱，反而带着一种怜悯神色。随后他微微摇头说道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，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过结果都一样。周雄听完明显一怔，随即盯着楚墨追问，结果一样都是什么结果？而悬念也在此刻拉满。我本以为今晚只是教训周雄，可我刚站起身眯眼说出结果，1个字死后变故却突然来了。然而就在我准备动手时，手机竟然响了。我低头一看，来电的人居然是沈冰彤。虽然周雄的人正拿4支枪指着我，但是我还是当着他们的面，神色平静地把电话接了起来。我淡淡开口问有事，而电话那头的沈冰彤显然已经慢慢习惯了我这种说话方式。紧接着他告诉我，楚先生，我爷爷想问问您要什么时候能取，语气里满是试探与着急。我心里很清楚，炼药本就消耗灵力，而且我原本还打算先炼灵书和家人的，再轮到沈家。可是今天被耽误了太久，而且眼前还有一场冲突，所以我只能对他说，遇到点事可能推迟2天。听到我要推迟后，沈冰彤明显急了，随后连忙追问我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，语气一下子紧张起来。我却只是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小事而已，仿佛被枪指着的人根本不是我自己。然而他并不放心，反而顺势说道，既然是小事，那就交给他处理，因为他爷爷从昨天起就在等药。我听后看着面前黑洞洞的枪口，随后淡淡告诉他，恐怕来不及，我现在正在4支枪口下面。电话那头瞬间传来惊叫，而我甚至能想象到他此刻大概已经被这句话吓得后背发凉。紧接着他慌忙喊道，您千万别冲动，您在哪？于是我平静报出地点，大地豪。他一听到大地豪，先是提起周雄这个负责人，接着便急忙说马上打电话让他出面处理。我抬眼看向坐在对面似笑非笑的周雄，随后慢悠悠补了一句，拿枪指着我的好像就是周总。电话那头顿时更慌了，他先让我叫周雄住手，接着又否定自己，最后说他马上联系他。而另一边，周雄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打电话，还不屑冷笑，说我现在叫人已经晚了。他说的很狂，不但扬言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我，还让我跪下叫3声爷爷才肯留我一命。我没有理会他的羞辱，只是摇了摇头，平静告诉他，我朋友马上给你打电话。周雄明显不信，甚至还想继续嘲讽，可下一秒他的手机竟然真的响了起来。他低头一看，来电显示赫然是汉哥，于是神色立刻变了，赶忙把电话接通。虽然我坐在他前面7、8米外，但是电话里的咆哮声依旧清晰，甚至连我都能听得见。那边骂的极很大意，就是让周雄老实待着，要是敢动我1根手指就拿命来抵。等他放下电话后，脸色已经很不自然了，而且他看着我的眼神也多出几分惊疑不定。随后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沈冰彤让我等15分钟，而我无所谓，索性重新坐下继续喝酒。15分钟还没到，九霄阁的门就被人急匆匆推开，一群人神色焦急地闯了进来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认得沈冰彤，至于他身边那几个中年男人，我此前并没有见过。其中一名中年男人一进门就冲周雄怒吼，你他妈给老子站起来，声音里全是火气。紧接着他又转头呵斥那几个持枪的人，让他们立刻把枪收起来，半点情面都没留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平日里人人敬畏的周总，此刻竟然一句反驳都不敢说，战战兢兢站了起来。周雄结结巴巴叫出汉哥、孙哥、仇哥，可他话还没说完，就又被人直接喝止。与此同时，沈冰彤已经快步来到我身边，并且毕恭毕敬地向我道歉，说让我受惊是他们的错。周雄看到这一幕后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因为去给我赔罪的居然不是那些大哥，而是大小姐本人。我冷冷一笑，随后回应他说受惊倒是没有，不过确实耽误了我一些时间，态度依旧平淡。说完后，我顺手拿起空杯倒了一小杯白酒，接着往前一推，随后便继续自顾自喝酒。这一个动作顿时把周雄和汉哥几人都看懵了，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在罚沈冰彤喝酒，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自己在喝酒，顺便给他倒一杯，算是最基本的礼节而已。我抿了一口酒后才缓缓开口，说没想到沈老手下竟是这种欺行霸市之辈。随后我继续点破说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帮沈家岂不是成了助纣为虐？语气也越来越冷，我甚至提到狮子山别墅对我可有可无，还让他回去转告沈老，交易可以就此作罢。听到这里，沈冰彤顿时急了，赶紧打断我，并且一把抓起那只酒杯，直接一饮而尽。周围几人见状齐齐惊呼大小姐，可惜已经来不及了，那杯白酒已经被他咽了下去。我看得出来他平时很少喝酒，所以这一口下去，他喉间几乎像被火烧一般难受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强忍着不适看向我说，这一杯算我向您赔罪，态度很真诚。直到这时我才认真看了他一眼，因为一个几乎不喝酒的女孩能这样做确实不容易。随后他赶忙解释说，他爷爷一生从军，从未参与商场竞争，家里的生意一直是他二叔负责。他还郑重表示这件事他一定会告诉二叔，所以希望我能重新考虑和沈家的交易。见我仍旧没有立刻松口，他竟又抓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，还说要再自罚3杯。然而酒盅刚送到嘴边，我就抬手抓住了他的手臂，随后微微摇头不让他继续。我看着他淡淡说道，不能喝就别喝。随后叹了口气，表示这次看在他诚意上就算了，不过我也顺势警告他们，下次别再让我看到仗势欺人，尤其打不过就动枪，实在可笑。我甚至直言告诉他们，枪并不是万能的，如果他们的电话再晚来一步，现在就是来收尸。说完这些后，我便直接起身准备离开，而沈冰彤也连忙提出要派车送我回去。我没有接受，只回了他一句不用，随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九霄阁。等我走后，
后，魏汉才小心问起我的来历，而且其他人显然也震惊于我竟敢让大小姐喝酒。这时周雄却还不服，嘴里嘀咕我太装，甚至说我面对4把枪还敢说让他们给我收尸。可沈冰桐听后直接怒喝，让他闭嘴，并反问他们难道以为我刚才是在开玩笑吗？紧接着他抛出一句知道宗师级高手吗？瞬间就让魏汉等人的脸色彻底变了。随后他更是当场交代魏汉处理周雄，而且要求最迟明天就必须给他一个处理结果。等我一个人走出大地豪时，已经是晚上8点，而南江市的夜色也正好彻底铺展开来。我看着华灯初上、灯红酒绿的街景，任由夜风吹乱发现，心里反而多了几分平静。因为这里离玄武湖还有些距离，所以我并不打算乘车，只想慢慢走回去看看沿途风景。上一世的我总是忽略这些细微景色，而这一世我不想再让自己重蹈覆辙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楚默，于是转头朝声音方向看了过去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来的人居然是林雨，而夜风扬起她的长发，让她显得格外柔美。我见到她后，先是有些意外，随后便开口问她：“你怎么还不回家？”她低着头犹豫了很久，最后才小声问我有没有事，说她担心我真会出意外。她还解释说，毕竟我是为了替她出头，所以要是我出事，她也没法向她父亲交代。说到最后，她终于鼓起勇气向我道谢，而我只是平静告诉她不用谢，这是我答应林叔的。我淡淡补了一句：“我答应过林叔保护你的安全。”语气依旧没有什么情绪起伏。显然我的冷淡让她有些失落，毕竟换做任何人，认真道谢后也不想得到这样冷漠的回应，更何况她还是紫藤高中的校花，若换成其他男生，恐怕早就因为这一句感谢而心花怒放了。可我没有多说，只是转身往前走，同时对她丢下一句：“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她看着我的背影，明显被气得牙痒痒，大概心里也在恼我为什么能拽成这样。没过多久，她还是追了上来，并提醒我回去很远，不如直接打车更省时间。我却连头都没回，只是简简单单说了句走回去，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等她还没反应过来时，我又补上一句我没带钱，瞬间让她整个人都快抓狂了。她心里大概只剩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没带钱的人为什么还能把话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到了第二天放学后，我没有去修炼，反而先去了古玩市场，打算找一件能代替药鼎的器物。很快我就淘到一个小小的仿古铜鼎，大约茶壶大小，而且商家明确说这只是仿古艺术品。也正因如此，这件铜鼎价格很便宜，只花了200多块钱就被我直接买了下来。我对这铜鼎还算满意，因为我并不需要古董，反倒是新工艺做出的东西更加结实耐用，而且它造型古朴美观，用来暂时当药鼎十分合适。所以买完后我便直接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我立刻开始炼制低级固元丹，因为这东西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够用。我很清楚，修仙从来不是一味闷头苦修，炼药、炼器、炼宝和功法全都要精通才行。毕竟在漫长修炼途中，只有掌握足够多的本事，才能在无数危险和考验里真正活下来。而我前世身为渡劫期强者，这些技能自然都很熟，即便如今重生，记忆也依旧清晰。只要我的灵力足够，再经过一点练习，曾经那些手段迟早还能一点点恢复回来。不过受限于我现在的修为，能动用的手段并不多，就连炼药也只能从最低级丹药开始。可即便如此，在修仙者眼中，最低级的丹药放到沈家眼里，依旧已经接近仙丹一般了。于是我先把沈家送来的药材仔细清点一遍，很快发现他们给的数量比我要求的多了1倍。我看着那些药材，心里也有判断，这些东西在地球上价格不菲，而且想凑齐并不容易。随后我又从一个镶金木盒里取出一只5两重的人参，只见它根须发达，品相极好。我一边打量一边判断，这么多材料不但足够炼制6颗固元丹，甚至还能剩下一些。既然药材富裕，我便顺势决定再炼些疗伤药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也算没有浪费。正常来说，炼丹最好动用元婴本源之火，可现在的我离元婴期显然还差得太远。我本以为地球武道不过如此，谁知沈老一句通天境，竟让我重新审视这方灵气稀薄的世界，反差之大，远超想象。首先我听见沈老缓缓点头，他看着我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难怪楚先生如此年轻，实力就如此深不可测。我也因此更加在意地球武道。”随后我看向沈老，直接开口问道：“沈老，可否给我讲讲目前主流的武学境界？既然来到地球，我自然要先弄清这里的修炼体系。”闻言后，沈老也不推辞，反而平静说道：“楚先生客气了，当然可以，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。”于是他便开始为我详细讲解。接下来我从沈老的介绍里，终于大致弄清了地球古武的层次，而且这套体系虽然粗糙，却也自有一套完整脉络。按照沈老所说，古武修炼者若按大境界来分，首先是横练外功，其次是内练内功，最后则是内外玄同，这3大层次。不仅如此，这3大境界之中，还各自细分为入门、小成、大成与巅峰4个小境界，因此整体上也算层级分明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玄同巅峰之后竟然还不是终点，因为在那之后便会触及另一个领域，而那个境界被称作天机境。而且沈老继续告诉我，若是能踏入那个领域之上，便会被世人称为宗师级强者。显然那已经不是寻常武者能企及的层面。说到这里后，沈老不由自嘲一笑，又带着几分执念说道：“不怕楚先生笑话，我习武60多年，至今也才到内功小成。”紧接着他又叹了一声，却依旧目光坚定地说道：“如今若有机会冲击更高境界，我宁愿用10载寿命换一次一窥天机的机会。”我听到这话后，心中也多了几分敬意，于是微微点头说道：“沈老壮志未死，令人钦佩。”这句话倒并非客套，然而沈天风却只是无奈摇头。他看着我苦笑道：“楚先生谬赞了，我是不才，比不了你这样的天纵奇。”才言语间全是感慨。随后他又补了一句：“即便得到如此机缘，也最多就是止步天机。”我一听便察觉，他这番话里显然还藏着别的意思。于是我立刻追问道：“沈老，你的意思是天机境外还有更高境界？”既然话已说到这里，我自然不会错过这等信息。我刚和夏雪吃完饭，他却笑着打量我，还问我你到底哪里不一样。而且他说我比同龄人稳重，又总是
是一副很酷的样子。随后我看着夏雪那张柔美的脸，只是淡淡一笑，可她却立刻指着我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了，在夏老师面前别总这么酷好吗？”听到这话后，我心里其实很无奈。他一边把我当同龄人，一边又总爱叫我小朋友，可真要按年纪算，我叫他小朋友都不亏。于是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只能顺势开口喊他夏老师。然而他马上打断我，还带着笑意说：“在外面别叫我老师，叫我姐姐。”我听见他这么说后，只能暗自吸了口气，因为姐姐这2个字我绝不会叫出口，所以最后我干脆直接喊了她的名字夏雪。紧接着我看着她直接问道：“夏雪，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收到情书啊？”而她闻言后转眼就露出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她先是耸了耸肩，然后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那当然，我这么漂亮，有学生情窦初开也正常，不过你可以劝他们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”可我喝了一口大麦茶后，却并没有顺着她的话说，反而提醒她那是别人的事，我管不着。但紫藤不是一般中学，你要小心。随后我又压低语气，想继续提醒她特别注意陈家，可是她却笑着抢先说道：“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老师的，小朋友管得还挺宽。”听见她把话堵死后，我也就没再继续说，因为我心里很清楚，就算现在把陈家的事告诉她，以她的处境也根本无力反抗。想到这里后，我只能换一种方式看着她说：“以后遇到事打电话给我，我会保护你。”而我这句话也让她当场愣住了，她足足缓了几秒后，才有些错愕地看着我说：“楚墨，你不会也你现在还小，想这些还太早了。”显然她误会了，可我并没有解释太多，只是淡淡一笑，然后对她说：“夏老师，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就好了，有些事现在说再多也没用。”等吃完饭后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8点多，于是我和夏雪便打算在附近随便散会儿步，随后就各自回家。我看见今晚的夏雪穿着蓝色露肩连衣裙，外面又披着一件黑色小外套，相比学校里的她，现在的她明显更加漂亮，也更惹眼。果然一路走来，周围不少目光都被她吸引过去。她见状后笑盈盈地看着我，还故意问怎么样，跟老师走一起，有没有很有面子？而我听到这句后，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她一句：“一般吧。”她随即轻轻切了一声，显然对我这态度已经慢慢习惯。可就在我们走到一家酒楼门口时，变故突然来了几个刚喝过酒的小混混，摇摇晃晃走出来，而且一个个染着花头发，身上还满是纹身。其中一人抬头看到夏雪后，顿时吹了声口哨，还大喊：“喂，快看，美女！”紧接着旁边几人也跟着起哄，话越说越难听。我听见他们有人嚷着：“这女的可以啊！”还有人直接冲夏雪喊：“美女，一个人啊，要不要陪哥哥去玩玩？”完全把我当成了空气。看到这群人后，夏雪明显紧张起来，她下意识把外套裹紧，又低着头拉住我说：“咱们快走！”显然不想和这些人纠缠。可虽然这里还是商区，路上也有不少行人，但是其中那个黄毛却偏偏横着一步挡住我们，还嬉皮笑脸不让人离开。随后黄毛歪着头说：“别走啊，我们又没恶意，只是请你们去酒吧喝一杯，怎么不给我虎哥面子？”语气里全是挑衅。夏雪闻言后立刻冷着脸回道：“我不认识什么虎哥，所以也不想给他面子，你快让开。”可对方反而笑得更加嚣张。黄毛听完后直接回了一句：“让开。”我可不知道什么叫让开。而夏雪看着四周的人群，只能又急又气地质问周围这么多人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然而对方却越说越下流，还当众叫嚣：“别装纯了，一块玩玩而已，哥几个保证让你爽上天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的眼神已经冷了下来。夏雪被逼得又惊又怒，只能颤着声说：“你们敢！”可黄毛却歪嘴一笑，转头就冲同伙演起了另一出戏。他故意大声问哥几个：“莹莹不肯跟我回家，怎么办？”夏雪先是一愣，因为她根本不叫莹莹，显然一时没反应过来。而后面那些混混立刻心领神会，转身就冲围观路人喊：“看什么看？这是我大哥的家务事，走开！”明显想先堵死旁人的嘴。紧接着他们又指着夏雪骂莹莹：“你个贱货，居然敢在外面包小白脸，还继续污蔑说这男人是谁？你敢绿我大哥！”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夏雪脸上的惊慌一下更重了，因为她终于明白这帮人是在故意做局，想把强说成所谓家务事。她显然不是莹莹，也不是谁的女人，可是对方人多势众，又统一口径所谓3人成虎，路人根本无法分清真假，她一个人更解释不清。果然黄毛见她慌了，便更加得意的冷笑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别想跑，走，跟我回家。”话音落下，几个人立刻朝她冲来。那一刻夏雪完全没想到这帮混混竟真敢当街动手，她面对这么多年轻力壮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连脸色都白了。可即便她自己怕得发抖，还是第一时间冲我喊：“楚墨，你快走！”报警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颤，可她先想到的却还是我的安危。于是我抬手按住她的肩膀，直接摇头说：“不用。”她听见后明显愣了一下，而我随后只对她说了4个字：“站在我身后。”夏雪还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可我见她没动，便自己往前走了一步，直接挡在她身前。接下来这件事就该由我来解决了。对面的混混见我出头后，顿时嗤笑起来，还冲我嚷道：“小子毛长齐了吗？敢在这里装逼！”可我只是冷冷看着他们，随后我盯着他们，直接说道：“给你们3秒，滚！”然而虎哥听完不但不怕，反而哈哈大笑着，故意走到了我的面前。他把脸凑近我，还极其嚣张地说：“小子，我借你10个胆子来，哥的脸伸到你面前，你敢动手吗？”可下一秒意外就发生了，还没等他说完，只见他整个人猛地朝旁边歪了过去。有人确实动手了，但出手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从他身后赶来的另一个人。那一巴掌极重，虎哥被抽得踉跄好几步，最后直接跌坐在地。等他头晕目眩地缓过一点后，立刻怒吼他们的是谁。可当他抬眼看清那颗光头后，脸色瞬间就变了，因为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地豪的负责人周雄，而他根本惹不起。虎哥当场结巴起来，连忙喊：“是熊哥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可周雄根本没废话，上去又是一脚，直接
把他踹得更狼狈。紧接着周雄怒声骂道：“给老子把眼睛睁大了！楚先生你也敢惹，想死是吧？”听到这句话后，场面瞬间彻底翻转。虎哥一边捂着脸，一边赶紧求饶熊哥：“我错了，我真不知道。”而周雄却冷声下令跪下来，给楚先生和大嫂道歉。话音刚落，刚才还嚣张无比的6个混混立刻齐刷刷跪到我和夏雪面前，还连声喊：“楚先生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饶了我们。”而这一幕里最震惊的人其实是夏雪前面那群混混已经够可怕了，可如今突然出现10几个黑衣人，场面反而更让他发懵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看上去凶狠无比的人，居然全都对我恭恭敬敬。他一会儿看我，一会儿看跪着的人，脑子明显有些转不过来。他大概怎么也没法把楚先生这3个字和学校里的我联系在一起，所以不知不觉间，他下意识朝我这边又靠近了几分。而我只是冷冷看着跪在地上的人，然后侧头对夏雪说：“夏雪，你说吧。”我把处置权直接交到了他手里。他眨了眨眼后，明显还有些没回神，只能小声说：“那个，算了吧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”到底还是他心软，不愿把事闹大。虎哥几人一听这话，顿时像抓到救命稻草，赶忙不停磕头道：“多谢大嫂饶命，多谢大嫂饶命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可我稍稍沉吟后，却并没有就此结果。我知道夏雪太善良，所以便冷声补了一句：“他说算了，那就算了。”不过我可没说算了。听到我这么说后，虎哥几人的心一下又提了起来，只能战战兢兢看着我。而我随后只问了他一句：“刚才你说她是你的女人？”虎哥先偷看我一眼，又瞄了瞄周雄，随即一咬牙，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，还急忙认错：“我这张嘴该死，我抽我自己。”眼见老大都开始抽自己，其他小弟哪里还敢停着，于是全都跟着左右开弓。顷刻间，四周只剩啪啪啪的巴掌声。后来我们进了酒吧包厢，我喝了一口酒后，才终于看向周雄问：“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”直到这时他才有机会开口。周雄先陪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楚先生，上次的事我真的非常抱歉，汉哥因为这件事把我连降3级，现在我只能负责这些酒吧。”我听完后并没有接话，只是继续喝酒。可周雄还是硬着头皮解释说自己不敢怨汉哥，只想好好做事，几年后再回原位。一旁的夏雪虽然听得云里雾里，可也大概听明白了，似乎因为我周雄这些年的努力竟然直接复制东流，这让他更惊讶。接着周雄终于说出正题，他看着我开口道：“楚先生，现在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，我想请您出手。”而我则直接冷冷拒绝。我放下酒杯后只回了他一句：“你们的事我没兴趣。”而夏雪这时才发现我这种冷淡态度根本不只对他一个人。不过周雄还是不死心，又赶紧解释：“我现在级别降了，最多只能调动7星社的3星高手，可对方找来的是内境高手，根本不够打。”听到内境高手这4个字后，我原本放在嘴边的酒杯终于微微停了一下。很显然，这件事总算勾起了我的一点兴趣。见我神色有变，周雄连忙继续说道：“我还找了个朋友，他是7星社的5星高手，要是他肯出手，您只需要在一旁观战就好。”于是我抬眼问他：“你们的5星高手是什么水平？”而周雄立刻回答：“内境大成高手，只要他出面，对方就没戏唱了，不过很难请。”我听完后微微皱眉，心里确实有些犹豫。钱我并不在意，可内境高手之间的交手对现在的我来说倒是有些参考价值。周雄见我口风松了，马上趁热打铁，直接拎来一支黑色密码箱等手下，啪嗒一声打开后，里面整整齐齐全是现金。随后他看着我说：“这里是100万现金，只要您答应，无论需不需要您出手，这钱都是您的。如果真出手，我再给900万。”虽然我对钱没什么感觉，可我最终还是接过了密码箱，因为相比报酬，我更想亲眼看看所谓内境高手之间到底怎么交手。于是我起身后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紧接着我便提着箱子看向夏雪说道：“夏老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家。”可回家后真正睡不着的人却成了夏雪，因为她今天受到的冲击实在太大，脑子里堆满疑问，却偏偏找不到机会问我。我洗完澡后便直接回房休息，根本不给她开口的机会，而她只能把所有困惑憋在心里，最后气得直咬牙，心态都快炸了。她越想越气，忍不住在心里骂这楚墨太可恶了，这是要憋死老娘啊！可即便如此，她也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答案。到了第2天一早，我照常出去修炼，只是这一次我没有再去玄武湖湖畔，而是转去了狮子山别墅，准备在那里突破境界。经过这段时间不断修炼，再加上我几乎独占玄武湖的灵气，其实早在几天前，我体内积累的灵气就已经足够继续突破了。不过因为上一世我修炼太快，最终根基不稳，甚至因此渡劫失败，所以这一世我更谨慎，宁可慢一点，也要把基础夯得足够结实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一世修炼双修心法，本就是为了稳固根基，因此不到身体再也无法继续积蓄灵力时，我绝不会贸然往前冲。直到今天我才终于确定，经过这几天修炼，我的身体已经无法再吸收灵力，也是时候突破入门阶段了。于是我开始正式冲关。对于普通新人来说，每一次境界突破都得小心再小心，可对我而言，玄虚境的小阶段突破实在算不上什么太难的事情。仅仅1个小时后，我便已经顺利突破。从玄虚境入门正式迈入玄虚境小成，这个过程之顺利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同。突破完成后，我低头看着身上的污秽之物，不由想起上一世，当时我足足花了3天，如今却只用了1个小时，可见根基差距之大。于是我一边起身，一边在心里感叹，这一次是水到渠成，顺势而为，所以才会这样轻松。随后我便先去洗了个澡，等到放学后，周雄安排的车已经早早停在校门口，而夏雪一看到我，便立刻快步追了上来，神情里满是担忧。他拦住我后直接问楚墨：“你真的要去？”而我只是点了点头，平静回道：“去看看。”
态度没有半点犹豫，可他还是不放心，又连忙追问能不去吗？我看着他那副紧张兮兮的样子，虽然觉得有些好笑，可心里却也微微发暖。于是我干脆对他说：“你要是不放心，就跟我一起去好了。”他听见这话后，顿时睁大眼睛，像是完全没料到我会这么提。他有些迟疑地反问我：“跟你一起去？”而我则直接告诉他：“跟着我就好，不会有事。”语气依旧平静而笃定。夏雪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，似乎也在权衡，最后他还是点头答应好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显然仍想亲自看着我才安心。很快，黑色商务车便驶离学校，径直朝上官区而去，而我也在车里大概明白了，这一次双方约战的地点并不是什么正规场所。